车啊！下车！小姐啊，请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是你自己先乱过马路的。我男朋友是大律师，你信不信我叫他告到你坐牢啊？律师就了不起啊，他也是律师，啊？什么事啊？东东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女人呐，刚才差点撞死我，不说对不起，还凶巴巴的骂我，太欺负人了。我不管，我要告她。好久没见了。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她就是我以前的女朋友，任妮郭。哦，原来就是你呀！听说你胸口也有一条拉链，是吗？是啊，是我说的。不过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啊。你的胸口真的是烂了，我说错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跟你交往2年，你连游泳衣都不敢穿。本来我还以为你很保守，很纯洁，原来你胸口是烂的。2年的时间，你居然没有告诉我，你分明是存心骗我的。你知不知道，这2年里有多少美女主动的来追我？这2年里，我为你牺牲了多少机会，你知不知道？喂，你说过了没有啊？他没告诉你他胸口是烂的。什么？喂！你没告诉他你胸口有个疤吧？这种事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辈子的。你知不知道？你一定要说的，你不能瞒着人的。喂！你别以为你被开除受伤才是受害人，我也是受害人之一。喂，你怎么样啊？哎，别这样子啊！怎么了？打开窗子再说嘛。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看心理医生了？哎，你根本不用理那2个人渣说什么。为了那么一个男人花钱去看心理医生，值得吗？其实并不是只有他一个见过我的疤之后离开我，他只是其中一个，也许是其中最差的一个。后来我不交男朋友，无论男人对我多礼貌、多细心也好，我都会突然想起他们看见我疤那一刻的样子，所以我就很恨男人，很讨厌他们。我好怕，我怕自己有这种想法。啊，我开始渐渐明白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了。你所长不是装可怜，不是乞讨，不是博取同情，而是取回应该得到的赔偿。不错。嗨，我看除了我姐姐之外，你是我见过的女人之中最坚毅和最勇敢的一个。你还会不会继续替我打这场官司啊？你可以继续打下去啊。那当然，因为我相信你能帮到我嘛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你看他们肯不肯庭外和解呢？如果不肯，我们就要上法庭打官司了。我真的不想上法庭，到时候阿猫阿狗都跑来听审，我糗大了，还成为大笑话。没事的，你相信我。瑞妮，路通的代表来了。好。你好。你好，这位是我当事人路通建筑的代表陈先生。陈先生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我当事人委托的大律师 Donald Tang。我当事人向路通建筑公司提出的责任赔偿，相信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其实这次提出的索偿额相当的合理。这次意外对我的当事人所造成的创伤后遗症，可以从2方面来看。第一方面是心理上的惊恐。这次意外造成我的当事人失去了正常的工作能力，使他没有办法像平常人那么工作。
而且还需要长期接受心理治疗。假设我的当事人在60岁退休的话，这个金额大约是230万。第二方面是心理上的阴影，这次意外造成我的当事人不能够恢复正常的性功能，使他失去了人生一样很重要的事，甚至以后不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孩子，足以令一个男人抱憾终身，所以也需要一笔合理的补偿。综合以上2方面的计算，我们提出的索偿额是550万。其实性功能这回事根本就没一个客观的赔偿标准，而且你的当事人今年45岁，所以这次的事件跟意外有没有关系，实在令人质疑。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被竹竿吓到之前，我在床上龙精虎猛，有心有力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贺先生，首先我代表路通建筑公司对这次的意外表示遗憾，他们也很体谅贺先生你的苦况。为了表示他们的诚意，如果贺先生愿意接受协议和解的话，他们也愿意以150万作为赔偿。150万？太少了，不可能。瑞妮，我劝你还是面对现实的好。坦白说，你以前跟我出身，你那些本领全都是从我这儿学来的。你问问你自己，过去那几年跟我打的官司，哪一场是你赢过的？不过后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怕了我，不做大律师去做事务律师了。那别说我嚣张，不过打这种官司我从来都没有输过。而且你知道，这场官司拖得越久，对你的当事人就没好处。一来，他在庭上会接受我很多的提问，你知道那些问题很多时候会令他很尴尬。二来，我的当事人有整团法律顾问，你们呢？我真担心到时候你们输了，你的赔偿金还不够付堂费的，这何苦呢？啊！我要550万，1毛钱都不能少。贺先生，请你先向你的代表律师问清楚再说话。你别跟我凶，也别对我的律师凶，你再这样，我连你一起告。既然我决定索偿，就是要讨回公道。我对我的律师非常有信心。郭律师说我应该拿550万，我就要拿回550万。大律师又怎么样？了不起啊！你的女朋友我见识过了，你还不是跟我一样，喜欢那些前凸后翘、穿衣服露出半个奶、走路撅个屁股那种女人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刚才在说什么？当然知道了。老实说，刚才多诺说的没错，他是我的师傅，在法庭上我从来没有赢过他，恐怕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你刚才太冲动了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说你答应150万赔偿还来得及。哎，不用，郭律师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书读得少，但是刚才那个贱男人说的话我完全听得懂，他真是卑鄙无耻到极点。人呢，什么都可以输，就是尊严不能输。身为你的代表律师，我要以你最大的利益为大前提，我不可以为了自己私人恩怨而影响你，这样我会变成一个不及格的律师。我对你有信心呢。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你怎么会相信我呢？郭律师，有句话你有没有听过？黄蜂尾上针，最毒妇人心。其实女人呢，有些天性你可能已经忘了，让我来提醒你吧。就是女人最记仇、最小气、最死心眼儿、最不择手段、最阴险、最毒辣。既然你那么恨那个贱男人，何不把女人应有的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帮我打官司，打赢那个男人，为你为我都好。我不是开玩笑啊！我为什么要打官司？是为我们男性应有的尊严而奋斗。郭律师，你也应该为你们女性应有的尊严而奋斗，对不对？嘿嘿嘿，那这个表情就是我说的有道理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说的很对。黄蜂尾上针，最毒妇人心。难得你这个男人这么看得起女人，我怎么可以让你失望呢？对了，这个样子够狠，嘿嘿，一定赢定了。我的当事人不会接受200万这个赔偿额。不错。瑞妮，我认为你不太切实际。贺先生40多岁还没结婚，连固定女朋友都没有。既然没有任何伴侣受到生理或心理上的损害，200万赔偿绝对合理。暂时没有女朋友，不表示以后就不会结婚生孩子。而且目前香港男士一般都趋向晚婚，
最重要的是，我的当事人是9代单传，他现在没有传宗接代的能力，他所承受的压力比普通人要大很多。我死去的爸爸妈妈每晚都抱着一箩筐神主牌来骂我，说我搞得贺家绝后，是贺家的罪人，是吗？不过据我了解，绝对没有生儿育女的念头，所以这件事你根本没有任何损失。哈，我不小心淹了你，看你损不损失？事情刚刚相反啊，就像 Donald 你所说的，我的当事人因为这一次的意外，失去了唯一的乐趣，他的人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，所以他应该得到合理的赔偿。绝对认同你的见解，所以这200万绝对合理。你这么说就是没有诚意和解了。如果没有诚意的话，陆先生不会亲自上来。你们路通那么大公司，区区500多万会赔不起？我今天搞成这个样子，都是你们公司一手造成的。你明知道我怕闹上法庭，怕事情传出去就乘机压我的价。喂，要是受伤的人是你儿子，你会不会这么说？为富不仁就是你们这种人，跟我和解，和解个屁！冷静点，贺先生。别乱说话了。陆先生，你不用理他。搞不好人家反过来告你诽谤啊！就算你拿到500万，也不够赔给人家。哦，我说错一句话就500万都不够赔。现在你们一帮人围着我，伤我自尊心，猛抽我，又如何啊？这是什么世界？相信大家谈了那么久，也有点累了，我建议休息一下吧。也好。Hello， 其实我想问你很久了，为什么你这么努力打这场官司呢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姓贺的跟你有一手？哎，你不是自卑成这样吧？虽然你胸口有块疤，也用不着这样作践自己呀。还有啊，你到底以前跟过我，你作践自己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我也很难受啊。哎，其实呢，不过我明白这件事，因为呢，男人已经对你没有胃口了。不过难得姓贺的，对女人又没有这种要求，一个天残，一个地缺，简直天生一对。啊，我试试跟陆先生说，把赔偿提高到250万，就当我祝福你们，好不好？啊？非礼啊！非礼！郭律师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他非礼我！你别乱说啊！我小心我告你啊！是不是？你敢说你没有碰过我？哼！你这个该死的，你这个色狼！我打死你！冷静点，大家话好好说，别这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先生，你听我说，是这女人瞎编乱造的。她为了打赢这场官司，用尽所有旁门左道来污蔑我和攻击我。我知道你怪我浪费你2年青春，你怪你自己喜欢一个没有男人接受的女人。上次我遇到你跟你女朋友的时候，你已经当众奚落我和臭我了。你现在仗着你的身份比我高，没有人相信你会这么对我，你就一次又一次的肆无忌惮的侮辱我。喂，上次是上次，今天是今天，你不能把2件事扯在一起说。哦，那你这是承认你真的嫌弃他，还当众欺负他了？对啊，那天我也在场，这人说话语无伦次，还说自己是受害人，念那么多书你是白念了。郭律师，报警好吗？啊，我报警。算了。喂，郭律师。郭律师，我能不能跟你谈一谈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对不起，刚才实在太失礼了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其实是董大壮不对才是。我已经终止路通，委托董大壮办这场官司，我会请另一个大壮跟进这起案子。希望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以后我们的谈判。是不是因为他当众奚落我，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人格很低下的人？你不想这种人对你公司的形象有影响，对不对？可以这么说。那陆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建筑公司的阴价弄伤我的当事人，但是也不肯做出合理的赔偿，在一般人眼里的你，是不等于你眼里的 Donald 呢？我知道陆先生你一定很生气，怪我居然把你跟一个这么低人格的人比较。但是我知道在你的心目中 ，Donald 一定是很卑鄙、很讨厌，
你才把他换走。因为以他一个堂堂大男人，居然欺负一个弱智女流，根本就有失他的身份。那路通呢？路通是一家国际知名的建筑公司，他居然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市民，路通的形象又会怎么样呢？陆先生，我知道你在生意上有很多方面要顾虑，你不是有心要欺负我的当事人，但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啊、老伯伯，他们会不会明白呢？他们是小市民啊，当然帮小市民了。据我所知，路通未来的楼盘是以小型单位为主。你想不想这起案子影响路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呢？是不是怎么看都不划算呢？郭律师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有一样，你说错了。你绝对不是一个弱智女流。我是的，陆先生。要不然我也不用希望你手下留情。